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惠普台湾招募团队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Joanne。关于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呢，你认为最困难的是团队同事之间的合作、跨部门沟通，还是与上司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HyperX 的 Clint 来分享他在面对工作中所有人际关系的心法。可以请 Clint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大家好，我是 Clint， 然后我是负责 HyperX 工程。那基本上所有 HyperX 的电竞周边，包含耳机、键盘、滑鼠，就是我画面上的这些产品，然后还有这个电竞周边的控制软体的开发，都是我的 team 在负责。那目前整个 team 大概是60个人左右，那里面就包含各个跟工程相关的function，硬体、软体、韧体验证，然后 EPM、CPM 等等。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要跟很多的团队，然后很多的人去合作到，那你觉得在职场上面啊，这个人际能力的重要性有多高？然后和我们讲的这个专业能力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长话短说，专业能力强，也许可以让你走得更深。就是因为我是工程团队嘛，对不对？专业能力强可以让你走得更深，但人际关系好可以让你走比较远。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就是我在这个电竞的产业做了一阵子了嘛，很常会遇到说那种工程师他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强悍，对，就是我是这个 whatever technical 的 topic， 我讲的就都是对的。可是你今天到了会议室里面，当你对面坐的一些人，你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是看你不爽，不管你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就是不想理你，因为 I don't like you， 对，so 你 technical 的这个 knowledge 就算再好，你如果没有办法沟通，其实也是白搭的。所以我觉得人际关系跟技术能力是两个都要 grow， 你不能只有单一边特别突出这样子，对，会过得比较好一点。会过得比较好一点。OK， 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OK， 那回到你自己的职涯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印象深刻的合作经验？就比如说特别有挑战的啊，然后可能是跟这种人际关系或专业能力有关的。那当时你学到了什么？很久以前，我有一个老板，就是非常的难以合作，就点就在说他很常问我一些问题。但就是你回答不完，就是问题会一直来。他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了，他问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你又要再去找一些 solution 去回。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很久以前做了一个产品，那我老板想要了解这个产品的成本的架构，他就说，这个 product 大概多少钱啊？那我就去翻了一下资料，我说多少钱？比如20块好了。为什么20块？那这个产品可能会有外壳嘛，会有 PCBA 嘛，会有一些有的没的嘛。那我就把这个整个泵摊给他，我说，外壳大概多少钱 ？PCBA 大概多少钱？这可能会搭配一个软体要付多少的 royalty？ 为什么这个 PCBA 是10块？那就再去追嘛。OK， 里面有很多 component， 那每个 component 大概多少钱？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就挑了一个主控 IC， 为什么这个主控 IC 是3块？我跟你说，这个 back and forth 10几次至少，到最后我最后一版给他的 BOM cost 的那个 Excel 是摊到 wafer， 就是，那你要想，他一开始通常问 BOM cost， 他都只是问一些比较大的 component， 可是我是摊到 wafer 哦，那我要有办法取到这么微小元件的这个 cost， 我是需要问很多人的，对，就是我要想办法去问。我今天问了机构工程师，机构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大概10块。我去问了电子工程师，电子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大概5块，对。但是我要再往下问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知道了。变成说你要再往外扩一层去问，那这个时候就呼应到刚才讲的嘛，你如果沟通能力不好，人际关系不好，你不知道怎么样起头，你这些资讯是问不到的。所以我从这个老板身上学到的就是，他就给我4个字，叫硬着头皮。硬着头皮，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反正就是问到底就对了。而且你要知道，我在最后我给他，我觉得我做完了，我给他之后，这已经过了大概1个月了，他只回我一句话，他说 Clint, now you know why。我想说你什么意思？Now you know why。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也有很多怀疑自己，还有怀疑老板的时候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到底拆那么细要干嘛？他问这些问题到底为什么？等等。可是呢，换位思考就很重要了。我那时候让我撑住的那一线，就是想法就是他应该在 train 我，因为前面3次我拆完，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拆到底了，可是他还是继续问。
然后无止境。所以我觉得跟他合作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有了习惯，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你知道，问到确定我了解，我才会停这样。当然，我也经过这样的过程，我认识了很多人，就是很多那种我打去，然后你是谁？我说我老板叫我问这个，不好意思。对，最后还是给了硬着头皮。那之后就变朋友了嘛。那下一次基本上他再有任何类似的 inquiry，我是可以直接给他多层一点的资讯。你自己在带人的这些年里面啊，在你的团队里面，你有遇到过这种团队内部的摩擦吗？或是就是意见不合的状况啊、冲突啊？那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要怎么说呢？我觉得摩擦每天都有，而且像我带的团队是从我一个人开始，然后到今天60个人，所以基本上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 hire 的，就是我有参与面试的过程。那这种摩擦是一定会有，因为每个人他的职涯的背景不太一样，他之前学的东西不太一样，他思考的方式逻辑都不太一样。好，那像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例子是，我把2个人放在同一个专案，那这2个人就是做，那做的过程中呢，就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总是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啊，比如说出包啊，或是干嘛的，不管是在哪个领域。那这个 A 呢，就觉得每次有问题来的时候 ，B 好像都 I don't care， 好像没有在做事。OK， 那 B 呢，又觉得 A 是很咄咄逼人，就是why 为什么要这么高压？我们有个问题来，不是就试着那大家就 work together 解决。那2个人就是久了之后，这个摩擦就越来越明显，然后最后就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 issue 来 A 不想去看 ，B 也不想去看。OK， 那当然包就出了嘛，所以我就烧到我这里来，所以我就想要去了解。那我了解的方式就是我先个别找了这2个人，我找 A 问他说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我在问他问题之前，我先 make sure， 我跟他讲说，你现在我问的问题，你回我的内容不能带情绪，OK， 情绪，绝对不能带情绪，而且你不能有任何的 personal agenda。我问事情就回事情就好 ，OK。所以我就这样子当起头，然后就问他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问完之后呢，我再去找 B。那做一样的事情，然后2个都问清楚了，我大概有点概念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摩擦的时候呢，我就把2个人找到同一间会议室，然后一起讨论。OK， 那一样的，我在会议的开头我也说 ，OK，today no personal agenda， 我们都是 very business focused。我今天想要让这个问题被解决，那我想要知道你们俩之间的摩擦到底是什么。那2边就开始，因为他们都跟我讲过了 ，right？So I want them to be comfortable， 在那个 room 里面就是舒服的解释这样。那 A 讲完之后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OK， 就是 A 讲完，然后讲完之后就换 B 讲。那 B 讲完之后呢，讲到一半，其实我就发现他们2个有一点，原本2边是互相不想理对方的。然后在对话的过程中 ，B 在讲到一半，因为他听完 A 的了嘛，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那2个中间的那个空气有点微妙的变化。比较缓和吗？对，原因在什么？在 B 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呢，很明显就是 A 没有很了解 B 的 scope， 就是他工作的 scope。然后呢 ，B 呢是有一点 misunderstand， 就是误会自己要做的 scope。所以2边有 misalignment in 这个 project 里面的 role 的 R&R，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他讲到一半他就意识到了，所以当他讲完的时候，2个人就解了，就没事了。对，因为我从头到尾我在最后只有讲一句，我说 OK，well now you guys know why you guys， 我不了解为什么你们会有 conflict。如果今天 A 你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 ，B 你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那2边原本就是不会有问题的。对，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被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里面可以看到说 ，A 我去找 A 的时候，跟我去找 B 的时候，其实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这就是工程师，就是不一定是工程师啊，每个人都有这种倾向，有可能就是会有 assumption。他会有 assumption，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要做这个 scope， 可是他没有做啊，到底为什么？那另外就觉得说你咄咄逼人是怎样怎么样，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你知道，就是各种理由，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的 assumption， 所以我觉得摩擦呢，很大几率都是因为2边就是在 conflicting 的 party， 他们有很多的 assumption， 所以需要学习的就是 whenever you get into a conflict with somebody els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一定会有东西是你不知道的。你要先知道了，你才有办法 make 的就是正确的判断，然后呢 try to be empathetic，
你这样子 conflict 就会减少。可是点来了，就是刚才讲到的，我觉得我很喜欢 conflict， 因为你没有 conflict， 不代表你这个团队是没有问题的。对，有可能大家都是完全漫不经心、不在乎，那就不会有 conflict 嘛。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乎，才会有 conflict。So that's my point, and that's how I deal with it. 就是大家都想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所以才会有这个冲突的产生，然后才能去了解我们自己本来不知道的事情。我刚刚讲的是在同一个团队的 scope， 然后发生的冲突嘛。那如果是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卡住了，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协助呢？跨部门的其实确实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每个部门有不一样的立场嘛，然后有些这种不同的 function， 它是 by nature 就是 conflicted， 比如说 PM 跟 RD，GBU 跟 procurement，RD 跟 supply chain， 就是天生就是冲突的。那我觉得点就在当你遇到冲突的时候，你是要 be as transparent， 就是你要够透明。你为什么今天你会是这样的讲法？就是两个 team 遇到冲突的时候，为什么你这边是这样的立场？为什么另外一边是那样的立场？两边要完全透明，互相了解，你才有办法解。那之前有遇到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 PM， 我们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最重要的几个 team 就是 PM、Engineering、Operation 跟 Supplier。那就会很常遇到说，今天比如说 PM 收到这个 sample， 他在测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 issue。那他这个 issue 遇到 issue 之后呢，他就去找 engineering 说，请问一下这个 issue 到底是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会解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啊？就问一堆嘛，那 engineering 他手上可能有很多的工作，可能一个 engineer 带很多的案子，所以他不见得可以很及时的直接去回答这个 PM。但是你过了1天，过了2天没有回复 ，PM 这时候呢，我之前遇到的例子是，他就直接去找 supplier。因为我问工程问不到嘛，但我知道工程也是跟 supplier work， 所以我就直接去找 supplier。那当这个工程他发现 PM 直接去找 supplier 的时候，就暴走了，因为你等于是 bypass engineering function。所以我之前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 PM 跟 engineering 最后干起来，就是 engineering 觉得你 PM bypass 没有在 respect 我 ，PM 觉得你 engineering 很 slow。就是都不 respond to my questions， 那这种也是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是 engineering 嘛，所以我就找了 PM， 那我们就坐在房间里面。刚才讲到的都是在房间里面学习到的，就是我是在那个会议之后我才知道说为什么 PM 要去找 supplier， 因为 they think we're too slow。那我们跟他讲说 why we're slow，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on plate。那边讲完之后呢，最后大家的 alignment 是。team 跟 team， 每个 team 他需要了解他自己的 boundary， 你需要知道你的 team 到底是需要做什么事情。今天你 PM 觉得 engineering 太 slow， 不代表你可以 bypass engineering 去找 supplier，但是你可以做的是 escalate。You can escalate to engineering the head, engineering the boss. Say, okay, I think your team is too slow. Can we please do something about it? 至少那样你会让这个 head 觉得说 ，OK， 你是 respect 我 engineering 的 function。是。那 vice versa。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后来就是这样解决了啦。所以现在这个HyperX 就是我所在的 BU， 现在是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嘛，就是的，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OK， 就是部门之间的 boundary 先把它设立出来，然后你才有办法进行后面的沟通跟合作。OK， 那我们刚刚讲了部门之间，然后跨部门的，那职场上人际关系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跟这个自己的上级的老板或者是其他部门嘛。那你自己 Clint 你个人，你平常是怎么和上级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团队之间去建立信任感？先讲跟老板好了，因为我们是4年前被买进 HP。在被买进 HP 的那一年到现在，我已经换了2次老板了，但每一个老板的 style 都有点不太一样。那像现在的这个老板呢，我跟他建立信任感的方式就是，我会尽量 try to 就是想多一点 ，think ahead， 然后 plan ahead。我会试着先在他发现之前找到问题，然后解决。那当然一样会有 routine 的报告嘛，就是每1周、每两周、每一季会跟他报告一次。可是当你 think ahead, plan ahead， 然后 identify and address issues before they surface 这件事情呢，你做得越好，久了之后，你老板就会有个印象，就是 Clint 来找他问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才去找他。如果他有这样的 impression， 其实就代表成功了。OK， 就是那个信任的那个 trust 的那个桥梁已经被搭起来了。那他当然就会，因为我知道你
不是到完全没有 option 你才会来找我 ，right？ So I will do my best to help you。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让你老板有这样的感觉，要不然就会有些时候你可能跟你老板在报告的时候，老板自己有很多事嘛，所以他可能就OK， 我 if you can't solve it, why am I hiring you？ 其他部门我觉得其实就是跟刚才讲的那些都是有呼应啦，你要 be open, be empathetic， 然后不要有 assumption， always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 do not know， 那我觉得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你认为今天的内容呢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还要帮我们订阅频道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